这是我开的有史以来最差的快递包装了。订阅金发哥带你开箱更多玩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发。就如你们所见，后面的这3样东西呢，少了一个谁，就是戴拿的闪光剑。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开箱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中国版的这个闪光剑特别套装啦。终于是给我买到了这个我的最童年的奥特曼，而且是平成3节中间的奥特曼啦。只可惜就是呢，最童年、最喜欢、最有含义的奥特曼，结果拿到这个盒子呢，就是烂到这个级别的了，这真的是很不爽就对了。你看这个包装烂到像什么样？好讲我有史以来上网买的玩具呢，包装都没有这样烂过，真的是很讨厌啊。OK， 那么就抱着好玩的心态来介绍这款玩具吧。戴拿奥特曼就是少了一个 D， 闪光剑特别套装，送了这个卡，还有这个软胶，我跟这个本体啦，上面呢就是这个3个形态啦。除了这个包装烂，其他都还可以看的。然后跟盖亚反过来的就是盖亚的这边就是至高型啦，所以的话呢就是这样啦。这边是强壮奇迹的，这边就不给你们看那么多。后面的呢就是介绍它的基本玩法啦，就是普通的变身，然后呢就是2选1选一个形态啦，就是这样子的咯。然后这边是剧中模式 A 就是有 BGM， 不过是短版的了。然后 B 呢就是完整版的变身音效啦。它这边就是有一点理解错误啦，它这边有写是初次登场，其实就是一个快捷变身的方式 ，OK。然后下面这些配料表就不用看啦。总之呢，这一次的包装烂呢，我是完全是怪在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些工厂啦，不然买的盖亚低价都不会，就是现在这个戴拿会是什么原因呢？很明显就是那个工厂导致的吧。OK， 里面的内容物我是早就有开过玩的啦。每次他们开箱的都会说这个变声器会油，的确我拿的是油啦，但是呢，凭借我手的吸收能力，就已经把这个变声器的这个油渍已经摸到彻底的干净了，所以的话呢就 OK 啦，就是有一些指纹印这样咯，不过不明显啦。OK， 然后呢，它的这个软胶就是高斯也是有的这样子的塑料袋包着的。虽然讲它的这个角是没有卡到的那个塑料包装那边啦，但是这个也好了，防止刮蹭。虽然这样子放是防止刮蹭啦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刮蹭，就是不懂做什么的。你这个这样我可以理解啦，而且不明显。可是你这个完全是工作人员的指甲刮到的吧？OK 啦，至少这样站着嘞，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啦。比如说这个蓝色，这个我买的是出版的，所以的话，还有计时器，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啦。当然这个是旧版的原因，所以的话现在再版也应该是不一样了吧。然后剩下的这个卡呢，就是还是一样的啦，照一些很小一只，但是后面这个呢是照这些飞机的胜利神鹰号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包装有点烂，所以呢，这个卖家就有送这样子的卡，完全没有用吧？这个你宁愿送一个卡邮尾是还比较开心，毕竟是一整包呢。像我之前开箱的那个迪迦形态钥匙还比较好，你这个一张，而且呢是街机卡，就没有什么。虽然讲是非卖品，可是对我来讲垃圾一枚。除了后面这些螺丝孔不要看以外呢，其他的都还可以哦。这个整个脸，哎呦，真的是很帅哟，很美哟。这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童年，3岁童年了哈。这边它的日期，开关就在这边啦。按这边，很清脆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对盖亚来讲是大声了很多了，但是如果你要对比迪迦的话，真的是很小。按这个 A 键启动变身，这个呢就是默认 UR 变身的这个音效啦，这是不是以前的 DX 的咯？真的是光泽照射器还是很重要的啦，你看
这边就是叫声，3种叫声哦，1种起飞声。而且很讨厌，就是它是随机的，你随便按。总之它起飞声的概率会小一点呢。然后长按就是索尔杰特光线，然后呢再按这个短按 A 键是奇迹型，长按 A 键是强壮型。那么我们先听这个奇迹型吧。OK， 叫声什么都一样了。再听必杀技。这个必杀技呢，实话说来讲，不是利波流姆光波啦。这个音效呢，就是戴拿奇迹型初次登场的时候并使用的一个技能啊，意念技能啊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真正的利波流姆光波的音效是这个。所以呢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变声器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利波流姆光波的音效什么时候变成这个的？所以呢，去查了查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这个意念的这个哦。所以我去查了查，这个音效是用那个意念来控制怪兽的音效了哈。就是闪红灯了之后，再一次唤醒的音效了。OK， 就来变强壮型。这边你按的时候，它也是会喷一点油出来咯。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一直按这里的时候，还有这边它会出一点油，其他的就你摸久了就没有油了呢。这个就怎么听怎么爽，因为在 Deca 的音效里面呢，还要听个2秒才会发射出去，再按回去就是变回这个闪亮型了。OK， 然后还有2个剧中玩法，这个呢对我3岁童年来说呢，是非常有意义的存在。刚才我是按着 A 键开启，就是 B 模式是完整版的。非常有童年回忆感的音效啦，剩下的都是一样的啦。改掉立刻变小声。OK， 那么呢，按这个B 键，然后打开 A 模式。哇，这个标题音，这个就是快捷版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戴拿当时卖的质量真的不咋地啊，包装烂，快递服务差也就算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变声器本体呢，第一个油我就接受了。然后呢，各种的那些仪器都是一定是有的咯。看那些人开箱就一定是有，我的这个也不例外，也是有，只是幸好不明显啦，甚至有一些仪器我用手摸个2下就不见掉了，这个还算是轻微的。有一些人的就是那个颜色都直接跑线了啦。所以的话呢，要不是因为这是我3岁童年的回忆，不然我是肯定不会买这个的。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第二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记得不要忘记我以往的开箱影片看到。那么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